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友砸了我的求婚戒指，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，几千块的玩意，也想把我套牢。与此同时，富二代周明拿着一枚鸽子蛋套在他手上，他明目张胆地笑，钓漂亮女人没什么秘诀，钱就是春药。周明分明不怀好意，我拦住许晴，让他注意安全，许晴却一把推开我。他玩我一夜值千金，你的真心又值多少钱？10年后，周明带着许晴在同学会上再次羞辱我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已经是南城豪门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毕业10年后，我功成名就，在南城富豪榜名列前茅。可我为人低调不露富，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这一天，我在一家会所谈生意，刚敲定了一单几个亿的生意，秘书就递上了日程表。下一个想见您的人是资产100亿的萧家太子爷，他在9号包厢等您许久了。我点点头，欠他人情，亲自下楼赴约。推开包厢门，才发现走错了，里面坐的人不是萧家太子爷，而是一桌子老同学。周明被一群人簇拥着坐在主座上，他身旁的人都是大学时那些攀附权贵的狗腿子，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，转身就走。然而周明叫住了我，你不就是梁毅吗？见了老同学怎么不打一声招呼？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一如当年。我突然想起10年前他拿了一枚鸽子蛋戒指抢走我的班花女朋友许晴，这事我本来忘了，如今见到他才想了起来，是该给他一个教训了。我站住了脚步，扫视了一圈包厢，开同学会啊，怎么不提前通知我？身旁的一个女同学笑了起来，梁毅，你别怪我们不提前通知你，我们也是好心，你家里这么穷，我们怕你到这种高端场合自卑。我把玩左手上的车钥匙，你们多虑了，我经常泡这里。众人一愣，有点不可置信。周明自以为是的点破，你在这里打工吧？是端盘子的服务生，还是伺候人的少爷？随着他的疑问，众人爆发出哄笑声。女同学轻佻开口，梁毅，你长得挺不错，可惜了，太穷，难怪当年许晴要抛弃你，估计你这些年也没沾过女人，姐就可怜可怜你，包了你，总比你在这包间做少爷被千人踏万人骑好一些。话落，众人又轻佻地笑了起来。我的眸色阴冷，看向女同学肥腻的身材，你就是许晴的闺蜜吧？叫什么来着？女同学自报家门，宋玲，记住老娘的名字，说不定是你日后的恩客。我拿起一瓶酒，走到她身边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当年撺掇许晴和我分手的人是你吧？宋玲毫无愧色，坦然承认，是我啊，是我把许晴送到周少的床上，我这也是为了他好，给他找了个金主，他那种姿色你玩不起的，忘了他吧，给我倒酒。我低眉顺眼地说了声好，然后举起酒瓶砸在他头上，酒瓶碎裂，暗红的酒液伴随着鲜血呼了他一脸。宋玲发出猪叫般的嚎叫声，他用手擦了擦脸，指着我大骂，梁毅，你找死，老娘看得起你才让你伺候，你清高什么？我轻笑一声，眼里带着杀意，你也配？宋玲不甘心，威逼道，现在向我道歉还来得及。我拿起湿纸巾擦了擦手，我要是不道歉呢？那你今天可能出不了这包厢。宋玲阴笑着看向周明，周明心领神会，打了个响指，请客。一圈人全部围住了我，干什么？我手拿一截酒瓶，悠然自得地看着他们。周明站了起来，一副审判我的样子，
梁毅，你伤了人，不应该道个歉吗？其他人也纷纷响应，道歉都是轻的。梁毅，你这种没有素质的穷人，知道尊重女人吗？你就该跪地给朱玲道歉，把她的鞋子舔干净，还要赔医药费，要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我脸色阴沉，舔鞋子赔钱。朱玲得意地看着我，把皮鞋伸到我跟前，算你识趣。老娘知道你没钱赔我医药费，这样吧，你跪下来舔干净我的皮鞋，然后再赔我1碗，这事就一笔勾销了。我声音阴冷，你确定？朱玲摇晃着自己的脚，眼神媚俗的像发情的母猪。看你长得帅的份上，便宜你了。我毫不犹豫举起那半截酒瓶，就扎在朱玲的脚上。尖锐的玻璃穿透了皮鞋，扎在她的脚背上，鲜血直流。朱玲发出一声惨叫：“梁毅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娘要弄死你！”她拿起桌上的碗就往我身上砸，我巧妙地避开，碗砸到了身后周明，瞬间他额头流血。朱玲，你眼瞎吗？周明大怒。朱玲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明哥，我想打的人是梁毅，绝对不是你。”周明怒吼：“不会打架，别出来丢脸好吗？这么多男人在，轮得到你动手？”朱玲点头哈腰：“是。”随后又恶毒地看着我：“梁毅打我，就是打全所有人的脸，大家快上，给我打死这个穷屌丝！”周明朝众人挥挥手：“上，请客！”全桌的男同学手里抄着空了的酒瓶，蜂拥而上。我摁响前台的电话，发出命令：“6号雅间有人闹事，让保镖过来。”众人愣了愣，止步不前，犹豫地看着我。周明轻蔑地笑了笑：“我们是贵客，和会所的老板很熟的，叫保镖也没有用，老板只会维护客户，把你开掉。”然后他又打了个响指，催促众人：“怕什么？一个无权无势的会所少爷而已，打死了也没有人多看一眼的。”在他的怂恿下，众人又变得嚣张起来，他们眼带恶意，朝我靠近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外传来了响动，我还以为是保镖到了，没想到推门进来的竟然是许晴。她长得太美了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一时竟忘了做什么。朱玲眼中闪过嫉恨，又开始提醒众人：“都给我上啊！看许晴干什么？许晴是周哥一个人的，你们看了也白看。”周明眼中带着得意，朝许晴招招手，许晴却没理他，看向众人：“你们都干什么？打架斗殴，都给我住手！”一声令下，众人又犹豫起来。有个男同学特别狗腿地笑了笑：“嫂子，是明哥让我们打人的，梁毅太过分了，伤了朱玲2次。”许晴看向周明，神情不悦：“如果你让我来是为了看你们打架，那我带儿子回去了。”这时，众人才注意到许晴身后藏着一个小男孩，小男孩4、5岁左右，胆子小。周明招呼许晴母子坐到自己身边，得意地瞟了我一眼，然后又对大家说：“你们明嫂不喜欢看血腥场面，看在她的面子上，这个仇留着以后再报。”众人顿时放下了手上的酒瓶，一顿恭维：“还是明嫂的面子大，明嫂嫁给明哥是天大的福气，便宜梁毅了，托了明嫂的福，暂时放过他。”我讽刺地笑了笑，原来他们结婚了，连小孩都有了。周明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轻蔑：“梁毅，还记得10年前你拿着几千块的戒指求婚吗？哈哈，真是笑死了，几千块也想买班花的心。你知道我送给他的那枚鸽子蛋多少钱吗？100万。100万和几千块相比，哪个女人都知道怎么选。”朱玲在一旁附和道：“要是我，也会选明哥。”周明看了朱玲一眼：“你不行，
太丑了，哈哈哈。不过我要是脑子发热，看上你这只肥猪，也会送10几万的戒指，不会像梁毅一样拿几千块的玩意糊弄人。朱玲听到这话，眼中分明闪过不悦和嫉恨，但她并没有表露出来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恭维周明。那倒是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比不上我们许大班花那么漂亮。她很抢手的，刚上大学就好几个暴发户大叔要包养她，还不是我慧眼识珠，把她灌醉，送到明哥的床上，要不然她现在的老公就不是年轻帅气的明哥了。作为闺蜜，我帮她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我在一旁听得触目惊心，下意识地看向许晴，只见她拿起酒，不断地往自己嘴里灌，似乎有些不开心。朱玲抢下她的酒杯，语气不满：“许晴，你现在不应该感谢我吗？要不是我，你的命运就是被暴发户玩过几百轮，玩到身体坏了，再嫁给梁毅这种穷苦的接盘侠。”许晴双手握拳，嘴唇都咬破了，还是一言不发。我却忍无可忍，扬了扬手上的钻戒：“你们可真是想多了，我看起来像接盘侠，二手女人我不感兴趣，多少名媛千金我都看不上。看到这枚戒指了吗？和未婚妻订婚时买的，和他那一只是一对，价值2000万呢。”话落，包厢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，他们用看傻子的一眼的眼光看着我，只有许晴脸色惨白，似乎很难过。周明笑得前俯后仰：“就凭你也买得起2000万的戒指？这破玩意2000块还差不多。你跟女朋友说这2000万，梁毅啊，说你什么好呢？10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窝囊，买这廉价的东西去骗小姑娘。”朱玲一脸嘲笑，凑近我的手看了看，突然她变了脸色：“这不是最近上了新闻的那对天空之星吗？梁爷花了2000万把这对情侣戒指从拍卖行拍下来，转手就把女戒送给了李家千金。”我扬了扬手，平淡道：“还算你有点眼光。”朱玲看我的眼光，突然多了几分崇拜和狂热。“梁毅，难道你就是梁爷？我真羡慕李家千金。”众人看我的目光也开始复杂起来。周明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戒指，随即又笑了起来。这年头，假冒伪劣品太多了，仿品做得那么逼真，商家都未必看得出来。大家可别被他忽悠了。就梁毅这职业、这条件，还能买得起这奢侈品？朱玲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假的啊！他又恢复了那种轻蔑的表情。这时，我的电话恰好响了起来，正好是李千金。我顺手接了起来，简单聊了几句。他约我见面谈合作，其实我和他生意上的合作更多，私人感情更少。可他对我有意，我也投桃送李，送他戒指。双方都是南城名人，合作炒个 CP 只有好处没坏处。我准备赴约，不想在这里再浪费时间。许晴忽然红着眼睛问我一句：“梁毅，你在和李千金谈恋爱？”我点点头，不想再多做解释。虽然我曾经很喜欢许晴，刚大学毕业就想娶她，甚至在毕业5年后偶然和她遇见，还对她有兴趣。那一晚，她在酒吧喝得烂醉，差点被人捡尸，我把她扛了回家，扔给她1000万。你当年说周明玩你1晚值1000金，我现在加几个零，可以买你1晚吗？许晴脸色难堪，最终还是咬牙答应了。那一晚，她生涩得像第一次，甚至在床单上留下了一抹红色。第二天离开时也没有带走那1000万，可我并没有多想，只觉得那都是她的小手段。包括如今她红眼吃醋的样子，无非是手段。朱玲一边拦我，一边安慰许晴：“
请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爱演戏找回面子，电话里备注个李千金的名字就是真的了，哈哈，我看他是纯粹臆想人家吧。说完又嘲讽地看着我，你要是能把李千金带到包厢来，我们就信。我无语地朝他翻了个大白眼，我闲的吗？交个女朋友还要你们相信？话落，李千金又打来了电话，说他改变了主意，准备来我的会所找我，怕他来得太快找不到我会着急。我也顺嘴说了自己的包厢号。朱玲笑了，你还真敢把人约到包厢来，待会穿帮了就有好戏看了，我们真的好期待呢。李千金是个名媛，她的照片我们都熟悉，做不了假，笑死了，炫富炫到我们头上了，你也配？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休闲地点起了一支烟，信不信由你们，到时候别巴结我就行。话落，全包厢又发出了哄笑声。周明朝我走了过来，一把扯掉我嘴里的雪茄，扔在地上，狠狠地踩了一下。这么穷，没钱买得起正牌雪茄，还装有钱人，抽这种假烟很伤身体的，实在抽不起了，我施舍你包好烟吧。说完，把一包软中华砸在我身上，我气得把软中华扔进垃圾桶里。就这种烟还拿出来显摆？周明脸色难看，你给脸不要脸？把烟捡起来。我双手抱肩，声音冰冷，你烟太差，我看不上，70块钱都不到的一包烟，也好意思在我面前炫耀？我抽的雪茄可是70万一包，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咋这么大呢？说着，我指了指地上那只被他踩脏了的雪茄，这小小的一只，好歹也要6、7万块钱，你得赔我。周明又笑了起来，你蒙谁呢？我又不是没抽过雪茄，你骗不了我。我冷哼一声，这个品牌烟恐怕你没有机会抽得到，好运这个牌子价格高，产量少，一般人买不到。周明不以为意，故意往雪茄上狠狠踩了好几脚。好运这个牌子我知道，可我不相信你抽得起。你要真抽得起，别说7万了，我赔你7000万。我点点头，那还挺好，一会就赚了几千万。好运的中方供应商你认识吧？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他叫过来。周明大笑，黄总，谁不认识？你要真能把他叫过来，我给你跪下来赔礼道歉。我轻笑，好，那就说定了，7000万加赔礼道歉。说完，我拨打了黄总的电话，顺便打了110。包厢里响起了嘲笑和议论声，装模作样的，演得挺像。一个包厢少爷还想抽好运雪茄，做梦吧！真的越来越离谱了，一会炫耀戒指，一会炫耀雪茄，还说李千金是他女朋友，真是笑死人。在众人的笑声当中，朱玲走过来，轻佻地拍拍我的脸，丢死人了，我都为有你这样的同学感到羞耻。我知道你在这会所里见了不少富人，可他们的生活不是你能仰望和模仿的。你实在抹不下面子被我包养，到我公司里扫扫厕所吧，我会给老板说说你的悲惨遭遇，他会收留你的。我一把将朱玲推开，满脸厌恶，给我介绍工作，你也配？你老板的小公司之所以能活下来，靠的是我的施舍。我要是把订单断了，你老板马上破产，你要失业。朱玲不以为然，只当是笑话。她嘲讽道，我们公司90%的订单靠的是梁爷，你不会因为自己姓梁就敢冒充梁爷吗？我忍无可忍，干脆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老子的确是梁爷，一个电话能让你失业？说完，我立马给助理打了电话，转告朱玲的老板，他的员工欠管教，下个月的订单就不给他家公司了。很快，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，都是朱玲的老板打来的。
我一个没有接。于是他把电话打到朱玲这里。朱玲，你敢得罪梁爷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不把梁爷哄好，老子让你死全家。朱玲脸色惨白，恐惧地看着我。你真是梁爷？与此同时，包厢门推开，我秘书带着李千金和黄总进来了。周围一个男同学同情地看了看朱玲。江湖传言，梁爷心狠手辣，你惹了他，能有几条命可以赔？朱玲抖了抖身子，可她看见走进来的三人都戴着口罩时，又恢复了淡定。她并不知道，低调的名人出现在有闲人的场合，都喜欢戴口罩。切，我还以为真的有大人物来了，吓得差点尿裤子。原来都是演的。刚才那通电话也是你梁毅雇人演的恶作剧吧？我懒得理他，晚点再收拾他也不迟。现在和李千金有重要事要谈，可不能耽搁了。我让他们在办公室等我。三人朝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周明故意伸出脚绊住我，想走没那么容易，要么证明你是梁爷，要么自罚100杯，从我们每个人的胯下钻过去。我脸色阴沉，你确定？朱玲拍拍手，岔开了腿，一副期待的样子。想到你梁毅从我胯下钻过去，就是爽啊！许晴拍了拍桌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么侮辱人，真的好吗？别说梁毅是我们的同学，就是个陌生人，也不该这样。你们就不怕他真的是梁爷吗？周明笑笑，放心，他如果是梁爷，我愿意把脑袋砍下来。许晴，你要再敢护着他，我就把他弄死。许晴大惊，你们非要如此？朱玲劝他，傻妹妹，你要心善，闪一边去看戏。他这种穷人堆里的垃圾，说谎伤人，不值得你护。如果今天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是不会做人的。说完，推了一把许晴，拿起桌上的酒就倒了起来，很快就倒了100杯，摆在桌子上。他炫耀地拿起一杯酒递给我，梁毅，这可是飞天茅台，便宜你了，估计你一辈子都没喝过这种好酒，现在给你喝100杯，也算是让你开眼界了。话落，包厢里又传来一阵哄笑声。我一把将朱玲递过来的酒打翻，眼中充满嫌弃。这种廉价的酒，老子看不上。再说，和你们喝酒，你们配吗？朱玲大叫：“梁毅，你真的是找死！”周明朝众人挥了挥手，命令道：“上，灌他酒。”许晴想要阻止，却被周明拉住：“别多管闲事，记住，你是我周明的女人，可不是他梁毅的女人。”许晴气得大叫：“你们这群仗势欺人的狗东西！”我则冷笑一声：“很快，我就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仗势欺人。”我又摁响了前台的紧急对讲机，可以让保镖进来了。之前，保镖本来已经到了包厢门口，我遣散了，在自己的地盘，我不想看到有人流血。现在看来，他们这些是非要流了。周明冷哼一声：“还保镖？你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会所是有保镖，但不是给你这种穷光蛋用的。”话落，一群人按住了我。朱玲拿着一杯酒往我嘴里灌：“我让你清高，不识抬举的穷乞丐。”就在这时，秘书肖晓带着一群保镖破门而入。“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”保镖们一拥而上，将每个对我动手的人狠狠教训了一番。一时间，地上躺满了满地找牙的人，尤其周明被揍得最狠，他躺在地上根本起不来。只有许晴在我的示意下没有挨揍，毕竟我和他虽有情感上的恩怨，但他并没有得罪我。在这次我被同学群嘲的事件中，他没有参与，甚至处处想维护我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，但我没理由伤害他。
周明在狗腿们的搀扶下才站了起来。他认得萧晓是梁爷身边最得力的秘书。萧秘书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可是会所的贵客，你们怎么派人揍我和同学啊？萧晓一袭红裙，穿着15厘米的细高跟鞋，这样的打扮让她高挑性感的身材更有气势。她的身高压周明一个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因为你们得罪了我们的老板梁爷。萧秘书一边说，一边细心地检查我身上有没有伤。我的肩膀和手腕上赫然留下了几个手指印，那是刚才他们按住我留下来的。萧晓的脸色越来越冷，众人这下终于明白过来，我的身份并不简单。周明的声音开始战战兢兢的：萧秘书，你说的梁爷就是梁毅吗？萧晓一巴掌扇了过去：我们老板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？周明这时就是在迟钝，也知道我的身份了。他立刻对着我跪了下来，不断磕头：梁爷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原谅。我们好歹是同学一场，你手下留情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别的同学也纷纷向我磕头道歉。我残忍地笑了笑：你们都知道江湖传言，梁爷是个心狠手辣的人，这样的人怎么会轻易放过羞辱他的人？众人恐惧地看着我，哀哭声充满了整个包厢。我觉得挺可笑的，刚刚他们取笑我的时候也这么吵，这些人都取笑过我，舌头都不用留了，我让他们一辈子说不了话。还有一部分人对我动了手，监控能拍到，这些对我动手的人手不用留了。萧秘书连连点头领命：老板，明白，这些事情让保镖处理就行，我带你去换一下衣服。也不知道这些人身上有没有病菌，竟然弄脏了你的衣服。对于西装肩膀位置和袖口的手指印，我始终觉得膈应。离开前，我示意手下人许晴母子不必动他们。许晴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那些同学纷纷求起许晴来：许晴，梁毅对你有情，你快帮我们求求情吧。许晴摇摇头：我没那么大面子，即使有，我也不会为你们求情的。你们刚刚为非作歹，侮辱人，现在的报应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说完，带着他的儿子离开了。我看向他潇洒的背影，心情有点复杂。这时，周明跪下来给我打了7000万，并且跟我澄清他和许晴的关系。梁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7000万是我该赔给你的。其实我没有碰过许晴，她的孩子不是我的，更没有和我结婚。我是为了面子才让她假扮成我的妻子。当年她离开你，也是我逼迫的。所谓交易，是我拿她家人的性命来威胁她，必须离开你。我给她的钱，她也没有收。看在我没碰过你女人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对我手下留情？我大惊，原来如此，难怪许晴今天对我怪怪的，一直维护我。想到这些年，她没少受周明的威胁，我顿时怒火中烧，走到周明跟前，我眼神阴郁地看着他：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，没有强迫我女人？周明的眼中浮起一丝希望：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一脚踢在他的裤裆上：敢惦记这么多年我的女人，就凭这一条，你就该死！害我和晴晴分开这么久，够你死几次了？我越踢越用力，周明发出一声声哀嚎，直到打累了，我才转身离开。走出包厢门，许晴已经离开，不知去向。我派人去查他们母子俩的行踪。萧秘书拿了一套新的西装给我换上，他八卦地询问：老板，我们是不是准备有老板娘了？我勾勾唇，笑得甜滋滋的：那当然，可是他已经有了别人的孩子，你还能接受他吗？我想起许晴身边的小男孩，
心里萌生一股暖意。孩子可能是我的，就算不是，我也不会嫌弃他的。说到做到，我很快就找到了他们母子俩。许晴住在郊外的破房子里，居住条件相当恶劣，屋顶上吹着风，漏着雨。许晴放了几个瓶瓶罐罐，用来接漏下的雨水。敲开房门时，我看见许晴正在哄小男孩睡觉，小男孩蜷缩在她怀里，委屈地哭：“妈妈，我冷，睡不着。”大冬天的，屋子里既没有暖气，也没有空调，一切供暖设备都没有，当然冷。我鼻子一酸，把他们娘俩抱在怀里：“你们受苦了。”许晴推开我，神情紧张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笑笑：“来接你和儿子回大别墅住。”许晴紧紧把小孩抱在怀里，生怕我抢走他。“什么儿子？谁是你儿子？”“那是我的儿子。”小男孩在他怀里伸出头来，好奇地看着我：“你是我爸爸吗？”妈妈说：“爸爸很帅，额头上有颗痣。”“你很帅，额头上也有痣，一定是我爸爸。”我摸摸他的头，连忙说：“对，我是你爸爸。”许晴羞红了脸，却依旧不肯承认。小孩不懂事，认错人了。我拍拍他的头：“小孩不懂事，大人也不懂事吗？你忍心让孩子过着这种贫穷的生活，他还想抵赖？”我拿出了亲子鉴定书，孩子是我的血脉，我做过鉴定了，别想逃避。许晴红了眼睛：“这么多年，我和孩子都熬过来了，你现在又在我的生活里出现，算什么？报复我当年离开你吗？我除了孩子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别抢走他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把他拥在怀里：“我此番来是接你和孩子回家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离开你了。以前的事我都清楚了，是周明处处威胁你，你才离开我。你该早点告诉我的，为什么不和我商量？”许晴扑在我怀里，委屈大哭：“我怕他为难你。”我拍拍许晴的背，声音里充满了冷意：“10年前他有这个本事，现在他就是我手里的一只蝼蚁。”我把许晴母子接回了别墅，每天陪着他们。秘书来别墅汇报工作，周家的人来求见，我点点头：“正好，我也要找他们算账。”走到会客厅，周父带着周明跪在地上。此时周明已经失去了一只手臂，舌头也没有了。他眼巴巴地看着我，说不出来一个字，只是一个劲地跪下来求我。我将他一脚踢飞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周父也讨好地帮我踢他的儿子：“这个畜生已经得到教训了，以后不会跟梁爷抢女人了。您可不可以看在我们合作多年的份上，放过周家一马？”我嗤笑一声：“你儿子不懂事，你这个老子也不懂事吗？你儿子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我放过你们一家老小已经是手下留情，还妄想再和我梁爷合作，白日做梦呢！”见我不留情面，周父又踹了周明几脚：“混账东西，连累周家！我现在当着梁爷的面，不再认你这个儿子。我不想看他们父子互虐的演戏，让保镖把他们父子俩赶了出去。”离开前，周明狠辣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笑了：“就凭他，还想对付我，自不量力！我一句话就让周家破了产。周明残废，身上又没有了钱，又找不到工作，他只好在街边捡了个破碗，当起了乞丐。至于他们那帮狗腿子们，也都没有好下场，残的残，死的死，勉强活着的都躺在 ICU 里度过一生。朱玲那么喜欢男人，我把她送到夜总会去当小姐，每天都有一帮变态男人缠着她，把她折磨得精神失常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干净利索的时候，麻烦来了，我的儿子竟然不见了。这一天，许晴带着儿子在佣人的陪同下去逛商场，她放下儿子，让佣人照顾，自己去试衣间里换了件衣服出来，
儿子就不见了，佣人也不知去向。我恼怒异常，居然有人敢打我儿子的主意，我看他们是活腻了。我派人调查佣人的行踪，不惜代价查看了附近一带商场所有的监控，最终在街角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佣人的尸体。刚刚找到的线索就这样断了。许晴急疯了，每天吃不下睡不着，不但身体消瘦了下来，精神状态也有些不好。我心疼地搂着她，百般安慰，你别太伤心了，儿子不会有事的，真有什么我们再生一个。许晴打了我一巴掌，梁毅，你太冷漠了，你不在乎儿子的生死，要不然以你的本事会查不到。我不敢看许晴的眼睛，生怕她看出什么端倪来。其实我确实有儿子的线索。昨天绑匪联系我了，却不是要钱，他要我交出许晴，换儿子回家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儿子已经身处危险，我不让妻子也陷入危险当中。为了保护许晴，我把她关在别墅里，派人看守，不允许她独自外出，也不允许有外人接近她。很快她就觉察到不对劲，埋怨我软禁她。我没有解释，只是加大力度寻找儿子的行踪，并且找了个和许晴8分似的女人去和绑匪换人。绑匪每天都发一段虐待我儿子的视频，不断地刺激我。我压抑住愤怒，努力保持冷静。到了目的地，我把替身女人推了出去。蒙面绑匪只是看了2眼，就摇摇头：“你骗鬼呢？找个像许晴的女人，就想瞒我？既然你这么没有诚意，那我就先杀了你儿子祭天。至于许晴那个婊子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她。”听对方说了几句话，我才震惊地发现绑匪是个女的。这种粗放的嗓音，很容易就能听出来是谁。这个绑匪竟然是朱玲。当初我既没有毒哑朱玲，也没有让她少胳膊少腿，为的就是让她服侍男人，在变态男人的折磨下惨叫哀嚎。当年他因为嫉妒许晴漂亮，把许晴迷晕，送到周明的床上。好在一个酒店服务员觉察到不对劲，及时报了警，这才救下了许晴。但周明从此盯上了许晴，利用自己的家世权力压迫威胁许晴。许晴宁死不从，周明也没有了办法，只是能逼迫他和我分开，要不然就对付他身边重要的人。对于这2个造成我和许晴分开10年的人，我是恨之入骨的，怎么报复都不为过。我要让他们痛苦地活着，而不是痛快地死去。没想到我折磨朱玲，竟然害了自己的儿子。朱玲一心要抓到我最在乎的2个人，要狠狠报复我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寒而栗。我努力和他说条件：朱玲，何必因为一时嫉妒毁了别人呢？开同学会啊，怎么不提前通知我？他杀了人，你还得坐牢，得不偿失的。朱玲疯狂道：“你让我生不如死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在临死前，我要拉着你最在乎的那2个人一起陪葬。”就在这时，许晴从黑暗的树影下冲了出来，靠近朱玲：“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来取啊！把我儿子交过来，我自动站过去，让你发泄。”我大喊一声：“不要！”朱玲很是兴奋：“很好啊，看来梁毅很在乎你啊，在你和儿子当中，他选择了你。既然如此，你儿子已经没什么价值了。”朱玲说着，把儿子推开。就在许晴接孩子的瞬间，朱玲朝许晴举起了刀，我连忙扑下去，把朱玲制服。朱玲抓着刀，嗷嗷大叫，差一点我就要杀死许晴这个贱人了。都是女人，为什么她可以长得这么漂亮，受那么多男人欢迎？我要毁了她，杀了她！嫉妒让她面目狰狞。我将她捆了起来，送进了警察局。
绑架加故意杀人，够他在牢牢待一辈子了。后来我又找人使了点手段，让他死在牢里。为了防止周明的反扑，我同样找人制造了一场意外，让他死。残废后，他本来就痛不欲生。那天，我让司机开着劳斯莱斯靠近他，他几乎是主动迎了上来，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。能死在豪车的轮子下，也值了。我很无语，连死亡的方式他都选择了炫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